公元701年2月28日，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，被后人誉为诗仙的李白，出生在大唐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，也就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市南8公里的地方。诗人余光中曾评价李白说：“酒放毫长，7分酿成了月光，余下的3分笑成剑气，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。”如果没有李白，中国人会少了许多的浪漫。说爱情没有刻骨铭心，说享受没有天伦之乐，说豪气没有一掷千金。浮生若梦，扬眉吐气，仙风道骨，这些词儿都不存在。皮肤汉书，妙笔生花，惊天动地，也都不见了踪影。如果没有李白，我们的生活应该会失去不少鼓励。犯了难，说不了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想辞职，说不了我辈岂是蓬蒿人，仰天大笑出门去。逆境时，说不了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赔了钱，说不了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更不要说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如果没有李白，神州大地也会模糊起来，不知道黄河之水哪里来，庐山瀑布有多高，蜀道究竟有多难。不知道燕山雪花大如席，不知道桃花潭水深千尺。白帝城、黄鹤楼、洞庭湖的名气都会略降一筹，黄山、峨眉山、天台山的风景也会失色几许。无论你是否喜欢唐诗，当你听到床前明月光，都会条件反射般地说出疑是地上霜。李白这位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，已经化成了一种浪漫的基因，融入了华人的血脉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李白。李白有诗云：“本家陇西人，先为汉边将。攻略盖天地，名飞青云上。苦战竟不侯，当年颇惆怅。”就是说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，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平凉市晋宁县南，而他的远祖是西汉的飞将军李广。隋朝末年天下大乱，李白的祖上避乱迁居到了中亚的碎叶，也就是后来大唐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。到了武则天长安元年，即公元701年2月28日，李白就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城。在李白5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李克带着全家几十口子人来到了四川的广汉定居。说起来，他的家里应该很有钱，李白应该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。他的诗歌里说：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”五花马放到今天，那就是豪车宾利；千金裘就是貂皮大衣啊。说今天想喝酒了，算了，当了宾利车貂皮大衣换酒喝，喝茅台喝拉菲要喝20年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标准富二代的做派。当然，这样的家庭也养了李白的一身傲气和率性。李白说：“我醉欲眠，卿且去。”就是说我喝醉了，你走吧，多率性啊！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羡慕李白的率性，可要放到今天这世故圆滑的社会里，你这样率性，估计多半没有朋友。公元725年，李白25岁了。这一年，他第一次离开四川，来到了长江一带漫游。他南服洞庭，北游湘汉，东上庐山，而后直下金陵扬州，又去了汝南一带。汝南呢，就是今天的河南驻马店一带。这次游历，李白一共走了多久的时间呢？从开元13年即公元725年到开元15年即公元727年，前后将近3年的时间。那这段仗剑去国、在外远游的日子，李白是靠什么生存的呢？李白自己的诗里说过，25岁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，出门的时候带了30万金。30万金估计是他有点吹牛了，不过应该是他出门的时候带了很多的钱。结果到了第2年的秋天，他带的钱就已经造得差不多了。当时李白客宿于扬州的旅馆，那个时候他又生了病，所以就很想家。他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，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静夜思》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到了李白出川后的第3年，就是公元727年的时候，李白经好友孟浩然介绍，去了湖北的安陆，并入赘到了当地高门大户的许家，
娶了前朝宰相许与氏的孙女许氏为妻。那就这样，李白在湖北安陆的许家做了一名上门女婿。他和许氏先后生了一子一女，儿子叫伯禽，小字明月奴，女儿叫平阳。虽说李白娶到了白富美许大小姐，但怎么说都是入赘的倒插门，再加上许家是官宦之家，而李白的家里尽管有钱，在当时也只是士农工商的末流，所以多少有点门不当户不对，他其实过得挺难受的。于是就在李白和许氏婚后的第3年，也就是李白30岁的时候呢，他来到了长安城求取功名。到达长安后，李白在终南山附近就住了下来，靠着自己的才学和名气，还有他老婆许家的人脉资源，很快李白就在长安结交了一批达官贵人。但从开元18年的春天一直到开元19年的春天，李白在长安的这段时间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。这是李白第一次来到长安，他见求取功名无望，于是就离开了长安城，又回到了湖北安陆。大约是李白婚后的第12年，妻子许氏因病去世。这之后，李白带着一双儿女就迁居到了山东的任城。当时李白搬家到山东的任城，一来是投奔自己一位做生意的族兄，二来据说是为了向当时的大剑客裴敏学剑。后来大约是李白的剑术也很高，所以才能写出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但是搬到山东后不久呢，他就待不下去了。为啥呢？他当时写了一首《朝鲁夫》，得罪了山东的很多文人，以至于被当地人驱赶，于是山东他也待不下去了。随后他带着一双儿女就去了南陵，南陵就是今天的安徽芜湖一带。他来到南陵，做起了贩卖铜经的生意。依李白的个性，大大咧咧的，估计生意也做得不咋样，钱也没有赚到。而且一个大男人身边又没个女人照顾，尤其是还带着一双儿女，这生活起居啊都是个麻烦事儿。所以在南陵呢，李白就续娶了一个刘氏。但是不久，刘氏又与人私奔了。那个时候的李白估计是相当郁闷悲催的。于是心灰意懒的李白把儿女寄放给南陵的亲友后，自己就南下会稽，和道士吴云一同隐居在浙江的善中修道。这段时间是李白人生的低谷，但是机会很快就出现了。不久之后，道士吴云受到唐玄宗的征召，去了长安城。随后凭借道士吴云、玉真公主以及贺知章的大力举荐，朝廷很快也派了使臣要征召李白进京。于是这就有了李白2次入长安的机会。李白这个人放到今天啊，说起来不算一个很成熟的人，但他一直自我感觉良好。他自比的人物都是诸葛亮、管仲一般的人物，他觉得自己一出山就是要做宰相的。所以当他得到朝廷的征召后，他先回到南陵和儿女作别，并做了一首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，其中有一句说：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所以说你看他得意忘形的那个样子，就知道他不是做官的料。李白进京后，他受到了唐玄宗的接见，并入职供奉翰林。对于李白来说，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实现他的政治理想，能够为君谈笑尽胡沙。但在唐玄宗的眼里，李白和音乐师李龟年以及歌舞团的梨园子弟没什么两样，就是个解闷的工具。而且李白的性格还如此孤傲，藐视权贵，不可一世。他是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所以李白在京城待了也不过2年，随后就被唐玄宗赐金放还。但就在李白离开长安走到河南开封的时候，因为一首《梁园赋》，他又结识了前朝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室女，于是2个人互相倾慕，这就促成了李白第2次入赘的经历。公元744年，李白和宗室女成了亲，给前朝宰相的宗家又做了上门女婿。那这段婚姻应该是李白一生中最安逸的日子了。但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。仅仅11年后，大唐爆发了安史之乱，好日子被打破了。公元755年，李白与妻子宗室一道南奔到庐山避难隐居。2年后，素来没有政治头脑的李白又站错了队。他受永王李璘的征召，出来到永王李璘的帐下供职。他以为在谁的帐下都是为李唐王朝尽忠，
没曾想却因为永王李璘和唐肃宗李亨的权力争斗而身陷大牢。这一年，李白已经57岁了。尽管妻子宗室想尽一切办法为李白斡旋，最终李白还是被判处流放夜郎，也就是今天的贵州童子。公元759年，朝廷因为关中大旱宣布大赦，李白经过长期的颠沛流离，终于获得了自由。他顺江而下，在返回的路上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早发白帝城》：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3年之后，贫病交加的李白病死于安徽当涂，享年62岁。但人们出于对李白的喜爱，总希望他的结局能够美好一点，所以后世出现了浪漫狂放的李白因为醉酒捞月而死的说法，说李白在一个月夜，一条船上酒醉的李白在柔美的月色中以手弄月，导致溺水而亡。这让李白之死又涂上了一层与之风度相匹配的一层神韵。说起来，李白这一辈子，一方面是放荡不羁爱自由，一方面又拼命想当官，希望能够为君谈笑尽胡沙。然而命运就像是和他开了个玩笑，他这一辈子都没能建功立业。但无论如何，李白为我们留下了华美的文章、锦绣的诗篇。他就像一颗流星，用那疏忽一瞬的璀璨光芒，照亮了延绵不绝的中华文化，让我们在1000年后还能记住那些美好的诗句和盛世的大唐。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。谢谢李白，谢谢这位伟大的诗人。